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莲花楼虽然剧情有不足，但剧中想传达的武侠却值得一看。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近些年很不错的武侠都不是单纯的武侠剧，而是悬疑探案剧里带了武侠风或者武侠精神。例如2025年的《听雪楼大宋少年志》，2025年的《侠探简不知少年游之一寸相思》，2025年的《唐朝诡事录》，以及今年的《云香转莲花楼》，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了不错的武侠打戏或是武侠内核。莲花楼是由程毅、曾舜晞、萧舜尧领衔主演的古装武侠悬疑剧，该剧改编自藤平的小说《吉祥文莲花楼》。区别于时下的剧集，这部剧里对于男女之情一笔带过，更多着墨在江湖恩怨、悬疑案件、兄弟之情上，这也让很多朋友直呼观剧体验感很好，毕竟没有情情爱爱、莺莺燕燕困扰。我只看到18集，整体来说，这部剧还不错，我很喜欢，尤其是打戏部分，很少能见到如此行云流水、苍劲有力的打戏了。而且看花絮，打戏都是演员自己上场时拍的，在如今浮躁的影视圈里，这样本该分内的事，却显得颇为难得。程毅饰演男主李莲花，本是享誉武林的天之骄子，原四顾门主李香怡，但在10年前和金渊盟主狄飞升大战时被设计中毒，后知保留下了一成内力，心灰意冷下化名李莲花，做起了一名江湖游医。程毅一向是很适合古装扮相的，这次在剧里也很有古人的感觉，仪态不错，演技在他这一辈中也算不错了，尤其是哭戏很抓人，意气风发的李香怡和谈风轻的李莲花被他拿捏得很好。曾舜晞饰演男二方多病，武林天机山庄和朝堂尚书的公子，虽然身份尊贵特殊，却没有高高在上看不起人，为人耿直天真，侠义重情，意外结识李莲花后，二人携手探案，成为了李莲花最重要的朋友。曾舜晞演技一直不错，可圈可点，古装扮相也很符合方多病公子哥的身份，一双大眼睛演起无辜来确实很加分。萧舜尧饰演狄飞升，金渊盟主，10年前和李香怡一战身受重伤，休养了10年来恢复功力。重入江湖后识破李莲花就是李香怡，后知晓李香怡输给自己半招是因为中毒，就一直想要医好李香怡再战一场，与李香怡是亦敌亦友的知己。萧舜尧多部剧都是作配，但看得出演技不错，既能吃定角色又能驾驭得住，有他的戏份都很精彩。剧情方面略有些拖后腿，许是为了赶进度，3、4集剧情交代一个案件，把李莲花塑造得太神了，好似能够未卜先知，往往看一眼就能知道案件蹊跷所在，轻而易举就能还原案件的内幕，少了一些查找关键证据来进行推理还原的戏份。其实如果看过原著也能理解，李莲花还是李香怡的时候就身在江湖，很多江湖秘辛他都知道，且后来的案子也和10年前的阴谋有关，加上他这10年游历的见闻以及自己的聪明和洞悉人性，他能够解开谜局是情理之中的。但是电视剧没有用那么多的篇幅讲述前因后果，也没有设定这样明显的背景出来，把李莲花那么厉害的原因做以伏笔了，就连方多病都疑惑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，遑论观众。案件设计虽然参照原著了，但是都简单化了，有些地方其实是有交代不清楚的，观众往往还在猛着，这边就知道谜底破案了。这是至今为止我发现的关于剧情最大的问题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所改变，让人惊喜了。但是瑕不掩瑜，作为一部古装武侠探案剧，探案的剧情有些拉胯，武侠却是不错的。虽然很多人吐槽开头东海大战太假，这个确实是，
就武侠打戏来看是有些厉害多了，就显得有些假。但是整体看下来，剧里想传达的东西，我还是看到了武侠该有的底色。先说打戏，不说东海大战那几个夸张的镜头，这部剧打戏可看。虽然到目前没有大场面的打戏，但是仅有的也很够看。李香怡红绸舞剑很是惊艳，方多病时不时护着李莲花打戏也很实在，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。狄飞升10年后出场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很有力道。16集李莲花蒙面使出香移太剑，那几招也很对味。武侠内核绝不仅仅是打戏可以说明的。很多人以为武侠就是讲个江湖打打杀杀，就是看个打架真不真实。其实不然，真正的武侠想传达的东西绝不止于此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这是古龙、金庸这些巨匠笔下的武侠作品最想表达的东西。江湖和庙堂从来就分不开。李香怡天纵骄子，创立四顾门是为了在江湖给世人一个公平。李莲花江湖游医，行走四方治病救人，顺便解决一些小矛盾，是在尽他所能给眼前是一个交代。从鲜衣怒马立于武林之巅的少年郎，到悠然自得的融于市井的江湖小郎中，不管他当初受万人追捧，还是现在的自食其力，他始终在坚持自己的道，不耽于过往的成就，不由于往后的日子，只需对得起自己本心。在拨开层层云雾时，发现这迷局或许不仅仅涉及江湖，也涉及朝堂和百姓，他如何能不管不顾？他追寻黑幕，最初是因为师兄和门中兄弟，后来发现南印显出端倪，以及朝堂之人的涉足，以他走一步看10步的心智，自然发觉其中阴谋牵扯较广，他更要把这阴谋给揭开。不顾自身困苦，坚守心中底线，为理想为本心不断前行，不顾周遭人的误解，淡泊决然地走下去。唯有见自己，才能见天下。也唯有见天下者，才能心怀天下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侠者，和平时期快意恩仇于江湖是侠，忧患时期敢于担当是侠。更或者你只是尽自己所能帮了需要帮助的人，只是将摔倒的老人扶起来了。只要你心有善良，心怀广大，你便是侠者。李莲花虽在江湖之远，却忧心庙堂之高。虽一身白衣，却心中有苍生，这不就是侠的核心精神？既可是经验绝伦的天才，也可做的普普通通的百姓。这样不因巨大落差而改变的心性，放下2个字，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。